乾隆大陆奇广无极，人类、仙魔、妖兽同居其上，却又各有界限。东方无边洪荒，满野荒僻，乃妖兽乐园；南方海域，则是修仙修魔者的禁地。而占据西方的人类，分裂成各有仙魔支持的3个国家，其中最为强盛的是楚国。乾隆大陆武力至高的，便是修仙者。一个凡人想要成仙，要历经无数的劫难。首先要达到先天境界，这一关便实不存疑。而达到先天大成期，将会遇到4、9天劫，渡不过便灰飞烟灭。抓住他！那流星划过的痕迹，照亮黑暗中的希冀。总是没人在意的你，会有一日让天地星辰叹息。在爱将心用至极。想去穿越，生命太无处心头，烈火燃烧谁的？
成不了参天大树，就把它种在风平浪静的花园中。紫衣长老觐见。三殿下在修炼意图上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丹田十分怪异，无法积蓄内力，此乃天生，10000人中无一例。风兄，雨儿的丹田问题，你是否可以再想想办法？上仙亦非万能，不能逆天而行。鱼儿，你喜欢云雾山庄吗？我送给你好不好？好，可喜欢云雾山庄了。应该是乙卯年庚寅日。我没记错，上次就是在庚寅日父王来看我的，今天又是庚寅日，父王一定会来的。耶嘿！小雨，等一等。连爷爷。小雨，你又要去山顶吗？上面风寒，你穿得太单薄了。不要紧，我身体可棒了，你看。真是跟王爷小时候一模一样啊！那这个给你。哦。小鸟。飞翔吧！昨天我在山里捡到的，应该是一只失群的古鸟。对不起，小黑。他是小黑。那以后就可要好好照顾小黑喽。我会照顾好小黑的。林爷爷，那我们走了。哎，小黑，你叫我小雨就好了。我带你去我的行宫。我们快点走，父王快到了。
保护好三殿下。王爷的心也真是硬，怎么就舍得把三殿下一个人扔在深山里呢？小黑，这就是我的行宫，打起精神来，父王就要到了。哦，对了，我还有2位皇兄，这2个家伙每次看到我都要欺负我。等一下他们来了，你一定要帮我哦。父王，父王，您终于来了！我知道今天你肯定会来看我的。父王，您不要走，等等我！2年来，父亲他们只来看过我1次。王爷公务繁忙，这里有小黑陪你，不是也很好吗？小黑，你要加油哦！加油，加油！不好！滚开！快跑！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我没事。我叫铁山，这是我妹妹铁小璐，我们来自铁家村。铁家村？我可以去玩吗？太好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过去铁家村呢？哎，我以后常到山下来找你们玩，好不好？好。你们也可以来我的山庄玩啊，我那里可好玩了。好啊。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你想要的？想要的风。哎，大叔大娘！铁山，跌跌撞撞会好大的轮子！
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那里充满自由，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我也有2个哥哥。是我家黑叔。三殿下、大殿下和二殿下来了，请您快回山庄。大哥、二哥来了！铁山、小鹿，我有事先走了，以后再找你们玩。黑叔，快走！哎，再快一点！好嘞。你们2个好大胆子！不经过本庄主允许，就私自进入温泉重地，统统给我拉出去！二哥，就你老欺负我，大哥与你好10000倍。你说大哥好，那是因为他快睡着了才没教训你。我是在疗伤，小雨。这云雾山中的温泉果然神效啊！才泡了没一会儿，我身上的伤疤竟然就浅了许多。哼，那是，也不看看云雾山中的庄主是谁，是你们小弟我。哼，你小子果然欠教训。大哥，你也欺负我！嘿！哎呀！哎，大哥、二哥，你们不是都很忙吗？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呢？那当然，我和父王进行军期演练。因为军队那边正好没事，就和你二哥抽空过来了。不过这也是很努力才挤下的时间，明早我和大哥就要赶回去。这有半天呢。小雨，下次带你去无边洪荒打妖兽，也有温泉哦。快走吧。
6岁那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在王府幽静的小院中，那12个老师说我不能成为上位者。后来风伯伯还说，因为我丹田的问题，无法继续内力，无法修炼内功。如果成不了参天大树，就把它种在风平浪静的花园中。而后，我就来到了云雾山庄，父王就不再重视我，关心我了。这2年来，我也好奇地问过莲爷爷，丹田和上位者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是明白父王不再重视我的原因了。我既不能像2哥那样从文，也不能像大哥那样从武。那些权力阴谋的书，我真的没兴趣。文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武，我也一定不行吗？我也想像大哥、2哥一样，待在父王身边，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别不理我就足够了。我真是太傻了，修炼就一定需要内功吗？就像那些星星一样，既有不动的星星，也有飞翔的流星，不是都能在天空中闪耀吗？小黑，我们走，回山庄去找莲爷爷。快点，小黑，跟我来。莲爷爷，我要学武功，我要修炼。你要修炼？是的，立刻，马上。小雨啊，既然你要修炼，那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高手可分为3个阶段：后天高手、先天高手和上仙，其间差距可谓天渊之别。成为后天高手不难，只要努力修炼即可，所以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成为先天高手，一是达到后天大圆满境界，二要对天道自然有所领悟。很多人始终无法突破最后一步。天道自然，这是什么东西？天道自然不是东西，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功境界。先天高手尚为肉体凡胎，而上仙却可以御剑翱翔，已非凡人。皇上见到上仙皆要礼敬。整个楚王朝300多年来，只出了3个上仙，其中之一就是你的风伯伯。风伯伯。想要成为上仙，需往南方的海外仙岛。凡人不要说到达那里，连怎么去的门路都摸不到。1/1000历经奇险到达仙岛，最终修炼有成的只有1/10000000而已。这么难呢？那可能性岂不是几乎为0了？上仙，多么耀眼的名字！有多少高手为此疯狂？你的父王如果能再有一个上仙相助，苦心多年的目标或许就能够实现了。父王的目标，我一定要修炼成为上仙，帮助父王。
林爷爷，快告诉我如何修炼吧！啊，合着全白说了。小雨啊，你天生丹田无法积蓄内力，也许只有修炼外功。外功修炼很苦，至今也没人达到过先天境界。你不需要吃这种苦。林爷爷，你多找一些内功心法让我试试。不行，我再修炼外功。过去没有人可以，不代表一定不能。我相信我自己。许愿将王佛内的各种内功秘藏以及外功的秘籍都取一备份，送到云雾山庄去。传令东域3郡和猎虎郡的外功高手，还有无边洪荒的赵将军，都去云雾山庄。王爷，这次回延京城，就不去云雾山庄看看小雨吗？不用。小雨啊，这8位可都是1等1的外功高手。你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鹰爪王，这位则是蛮洞，神力无敌，外号蛮熊。那位更了不得。总之，无论哪一位都是上上之选，你就择一为师吧，不许反悔。只能选一个吗？难道不能8个全选吗？小雨啊，如果混在一起练，会走火入魔的。我明白了。不过，能不能请8位叔叔伯伯表演一下，我才好选择啊？有理，先表演。哇，好厉害！小雨啊，怎么样？选好师傅了吗？那我就选。小雨啊，你怎么一下就选中了赵云兴将军呢？你不是教我纹风不动的故事吗？只有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真是聪明。小黑，赵将军虽然当了我师傅，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乐意的样子，大概是认为我吃不了苦，只是贪玩吧。我一定要努力，不能让他看不起我。嘿，小雨，林爷爷，哎，这是什么？王府送来的，你朝思暮想的东西呀。武功秘籍。小雨，你别乱来啊！这箱子构造奇特，开启不得法，会毁掉里面的秘籍的。哇！啊！哇，这么多！如果我能同时修炼内功，一定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成为高手。平静，平静，气贯经络，走向周天一圈，然后，对了，汇入丹田。难道我的丹田真的无法积蓄一点内力？再来。可是，
如果不能存储内力，修炼内功不就等于竹篮打水了吗？再来！再来！试了那么多内功心法，最后连祖龙诀也不行吗？我是不会认命的，我一定会成为乾隆大陆凭外功达到先天的第一人。今天是第一天，我们一定要早点到，给师父一个好印象。师父早。现在已是辰时，整整晚了1个时辰。先发你从云雾山庄跑到山脚往返。可是师父，之前您没有告诉我卯时要到啊。军令如山，令行禁止。是师父。师父，太慢了，你是在游山吗？没有，师父，我给我全力冲刺上山！冲刺上山！好累啊！腿好酸，就像要断了。父王，放弃吧，我也好马上回去向王爷复命。不许停，跑到北苑阙楼，再从北苑阙楼跑到东面花园，绕大殿10圈，全力冲刺去练武场。不错，能几度克服生理极限，才算是我赵云星的弟子。不管练什么外功，身体是根本。我的训练方法叫做极限训练法，跑步只是小儿科。你也可以随时选择放弃，这样大家都轻松。师父，我绝不会放弃的。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让你对我刮目相看。记住，一个完美的身体乃是整体的概念，力量
速度、灵敏、柔韧性缺一不可，这才是外功修炼的精髓之道。你的身体要随时保持警觉性，否则就算天生神力如蛮动，在真正高手的极致速度面前，也会被瞬间割破喉咙。还要参透医道，你才能清楚地了解人体每一块肌肉的位置和作用，这样的修炼才能达到最高效率。师傅，您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超越极限的感觉了，每次突破的瞬间真是妙不可言。你开始能享受到练功的快乐，算是有点入门了。太慢了，再游一圈。戴上天蚕丝手套。指力要锻炼，但不能让手变得僵化。极限训练，其他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坚强的意志。记住，挑战极限，超越极限。只要不断努力下去，你终有一日会成功的。哎呀！小雨，你怎么好久不来找我们玩了？你在干什么呀？我在练功，没时间玩了。小雨哥哥，你歇一会儿吧，你这样会累垮的。别担心，小鹿，我挺得住。师傅还在等我呢，再见。小雨他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呀？正好拿你练练手。原来上次这家伙没有施展全力，小瞧他了。师傅，知道自己的本事了。我现在就去练武场，加练1个时辰。知耻而后勇，这就对了。师傅早。师傅，您这是？
教你的1年之期已到，今日回边关。师傅，您不要走好不好？那个，我去跟父王说。极限训练之法都已传授于你，日后你可自行训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是，秦羽，你的意志很坚强，记住，上穷碧落下黄泉，翱翔9天跃龙门。师傅。谁在迷雾中翘首你的身体要随时保持警觉性。望着他人定的眼神有多倔强，星星唱的歌温暖安生。拿，戴上天蚕4手套。他的脸庞，天空也将它涌入胸膛。师傅，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迷雾中有花开放，大丈夫当如是也。天际掠过那道光，它打不去往流星坚持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王爷，末将赵云星归营复命。啊，云星，你终于回来了，快说给我听听，玉儿在外公一道上到底有没有前途？王爷，三殿下他非常刻苦努力，一力之间许多成年人都不及，再加上云雾山庄的温泉和药膳滋养，只要能一直坚持下去，还是很有希望达到外公极致的。需要多少年？外公已到。越到后期就越难进步，估计需要30年的时间。辛苦你了，云星。先回去吧。是。30年，太久了。小雨，命由天定，但事在人为，努力呀！已经很久没有去山顶看星星了，不过在这里看看也不错。小黑，你说是吧？小黑，你到底是什么鸟？为什么头顶会长金毛？不跟你闹了。这些日子我一直照着师傅教的方法训练，虽然身体越来越强，但进步速度却变慢了。我想，也
许是到了一个瓶颈吧。接下来也许要增加一些新的方法，才能有所突破。小黑，你还真是和我心有灵犀。走，我们这就请教另外一位老师去。不对，应该是另外几十位老师。这么多，应该先请教哪位老师呢？对了，现在我进行了1年多的极限训练，身体比过去不知强了多少。会不会丹田问题自动消失了呢？不管怎么样，再试一试，反正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果然，身体强健，吸收天地灵气都要多和快不少。难道还是失败了？不对，虽然我的丹田还是无法积蓄内力，但是肌肉和骨骼却开始能吸收流散的能量了。1年的苦练果然没有白费。父王，您看着吧，我一定会成功的。八门成度，伤、静、修、生、死、经、开，3气分天门地3盘，即为3才。我内力可用，那就借助外力，顺势而行，无物无我。实战最根本的是身形步伐，但是练轻功需要内力，我必须另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身法。小雨啊，小雨！刚才那个是风势，对呀，水势、风势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流动的外界力量。我能够记住水势，为什么就不能够记住风势呢？小雨啊，你刚才怎么了？爷爷，有事以后再谈。嗨，又见面了，再打一场吧。来得好！我的身法应付树狼这种级别的对手，看来已经够了。可惜攻击力太弱，无法击出致命一击。3年不见，原来他也进步不少啊！刚才一直隐藏着实力，狡猾的家伙！不浪费时间了，接下来试试我从风势中领悟的新身法吧。喂，你不会就这几招吧？太炫了！若就一个字，我就说一次。
家。我秦羽终于自创出独门的身法了。对了，得起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就叫北斗七星月光舞好了。王爷，连先生来信。王爷之前安排暗中保护三殿下的3位高手，已经决定要回军队了。什么原因？信上说，这3位高手现在根本跟不上三殿下的身法速度，无力再承担保护之责，所以……什么？怎么可能？我也难以想象，但连先生绝对不会打狂的。啊，好，那3个高手可以回来，从现在起不用再派人保护玉儿了。是。玉儿她长大了，已经不需要我的义护，也该去经历一点风雨了，这样才能振翅高飞，翱翔9天。还有几天就是静怡的忌日了吧？希望很快就能告祭静怡的在天之灵。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对敌时，每一分力量，每一次攻击，都要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所以最有效的就是直击关节和入穴要害。医书上说，人的身体软弱处共有396处，必须全部击牢。而且实战中还要懂得利用天时地利和对手的心理变化。除了拳脚功夫，还有兵器。我喜欢近身战斗，就选短剑好了。本门虽为杀手之剑，但若论暗杀近战剑术，仍然要数于氏一剑。杀手于氏从未有失手记录，当年更是刺客组织天网的第1杀手。呵，还有这么厉害的剑术？那天网势力遍布乾隆大陆，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于氏竟然是他的第1杀手，杀人手段肯定了不得。于氏一剑，于氏一剑，好像哪里见到过这个名字。没有记载剑谱吗？太可惜了。你能打开这个封印，证明你拥有秦氏家族的血脉。这跟我说话。下面我说的话一定要仔细听好。原来只是个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式传授于氏剑法，是因为于氏一剑杀气太重，而且训练之法残酷诡异，实不可让大奸大恶之人学得。于是每一个男婴刚出生时都会被毁掉容貌，然后由仆人送去最贫贱、最凶恶的人家中收养，从小便让其受尽折磨和歧视，所以变得极为愤世嫉俗。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才带回于氏家族进行剑术特训。首先是用短剑无数次的刺击死尸，每具死尸都要被刺烂了才能扔掉。待闭眼都能轻易刺中人要害后，就开始不断杀人以求精进。正是这样的非人训练，才让于氏一剑具有最诡异骇人的杀气。只因他们心中早已充满了戾气，一旦爆发，可怕可怕！皆惊。这设计出于氏一剑训练法的一定不是人。算了算了，还是别听了。事实上，于氏一剑剑法本身非常简单，一共只有2招：藏剑和出剑。藏剑要藏得让人感觉不到剑的存在，出剑则要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去除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至简至强，一剑杀人。师父也说过，最高明的武功最简单，果然武道是相通的。如此剑法，再配合特训所造就的可怕杀气，
于氏一剑千年容具暗杀第一剑的秘密正在于此。下面我来演示于氏一剑。首先是藏剑。于氏一剑的训练法虽然很变态不可学，但是藏剑出剑的剑法本身却没什么问题，而且正好符合我近身之战的心意。道持剑锋，惊天一万。成熟的兵器。小黑，我们已经多久没有来这里看星星了？5年还是6年？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一个人来到云雾山庄也快7年了。我知道这些年父王一直在苦心经营那个计划，所以才没有时间来陪我。但他是关心我的，我能感受到。大哥、二哥也在帮父王，只有我一个人无忧无虑在云雾山庄享福。父王和兄长那么劳累，我却帮不上一点忙。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爷爷却说，父王一定要等我成为先天高手，才准许我加入计划。先天啊！流星雨，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流星雨了。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最强的光芒，耀眼夺目。人也应该像流星一样，在有限的生命中燃烧激情澎湃热血，让生命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才会死而无憾。哼！不就是先天高手吗？终有一天，我会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小黑，明天我们就去延津一趟，把王府的那把鱼肠剑取回来。有了真正的宝剑，于氏一剑一定会威力大增的。小雨，于哥哥，于哥哥，小鹿，大半年没见，长这么大了。小雨，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啊？我天天练功苦死了，你们还好吗？都还好。于哥哥，我倒碗水给你喝。大山，我马上要去延津，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帮你买。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把好战刀。放心吧，交给我了。给你钱。什么话？我堂堂3殿下，一把刀还收你钱？这怎么行？战刀很贵的。于哥哥，喝水。小鹿，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布娃娃，那种头上绣大红花的。好，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等回来再把东西带给你们。哎，小雨，钱。于哥哥，再见。见过3殿下。诸位亲戚，不必大礼。3殿下，你怎么回来了？已经是个大人了吗？葛总管，您还好吗？还好，还好。那父王，
王爷有紧急军务，刚刚去了铁峰城。你是专程回来看望王爷的吗？为什么不事先叫连先生写封信来呢？不要紧，我只是来取一件东西的。哦。这里是王府禁地，所有仙品以上的兵器都收藏在内。哇！你要的鱼肠剑就在那里。这就是传说中的鱼肠剑呐！这材质好奇特，估计是用天外云铁打造的吧？那好，你就慢慢看吧，我先走了。还有一件事，您能不能帮我再准备一把玄铁战刀？行啊，小事一桩。对了，我还有一个布娃娃，要头上绣大红花的那种。布娃娃大红花，哈哈，马上办，马上办。葛总管，您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鱼肠剑和鱼氏一剑，果然是天作之合。好。好嘞。阿哥，歇会儿再种吧。好嘞。小鹿真是懂事能干。是该给他找个活计了。阿爸阿妈，你说什么呀？小鹿，你看秦公子怎么样？阿哥，你也这么说我？我可是把秦公子当哥哥看待的。提升小鹿，快跑啊！小鹿，你没事吧？小鹿，你醒醒啊！小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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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小鹿，小鹿，你不会有事的，小鹿。原来是个高手，失敬失敬。在下黑风寨三当家白三，不知这位少侠怎么称呼啊？小鹿，不要怕，有哥哥在。哥哥，小鹿，你醒了。小鹿，不疼，不疼，有哥哥在，哥哥会保护你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他们？朋友，你好歹也是武道中人，
不可能为一群村民和我们黑风寨为敌吧？我们老大可是……出手！我让你向我出手，这样我才好杀你。哎呦，小子，按道上规矩，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我们黑风寨出手！小雨，你为什么放他们逃走？罪魁祸首已经受到惩罚，那些小喽啰就算了，难道真的要把人都杀光吗？杀人确实不好受，可是你要明白，他们是恶魔。如果你不杀他们，村子里的人早晚都会被他们害死。如果杀一个恶人就能活100人，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杀，而且要大杀特杀。杀一恶人可活100人。伤势太重，等天亮后送去云雾山庄，请翁大夫医治吧。现在家里只剩下你和小鹿了，你和小鹿以后就和我们住山庄吧。不用，我能重新撑起这个家。大山。你就当是为了小鹿。马贼，马贼又来了！快带小鹿去山庄。为什么不走？有难同当。白三，是他杀了你吗？哎，三弟呀，三弟，叫你不要贪杯，这一下可好？嘿嘿。我会照顾好弟妹的。快把猪牵出来！大山，你说的对，是我错了。父王曾经也说过，乾隆大陆的人万万千，什么样的都有，不能滥施善心。但我一直不以为意，现在我懂了，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就应该杀。杀个干干净净！喂，小子，老大在给你说话呢，不要目中无人啊！你就是他们的首领，黑风寨舞团，嘿嘿，你胆子不小啊！我的人都敢动，也报个名号吧。不用，你马上就要死了，何必多此一举？屠村吗？擒贼先擒王，只有在最短时间内杀了他，才能阻止这帮禽兽。快上马！好。
八大外功高手是一个级别的，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怎么办？还是改变战略，解决这些小喽啰再说。可恶，居然耍我！快声东击西！啊，这家伙太强了，不能被他缠上。达到后天极限，那个拿长剑的家伙武功也在我之上，无论哪一个，我都绝对不能正面交手。小子，受死吧！风！混蛋，有种别跑！小子，如果你再跑，我就屠掉整个村子！萧雨，快走！不要管我们了，你打不过他们的。不错，很有侠义心肠嘛。为了这些没用的人，竟然愿意一死。萧雨，小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拳头！昂流剑！
小雨，别打了，快跑啊！去死吧！出去！可见，小心！小黑，谢谢。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修炼的方法了。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你想要的风景？跌跌撞撞不忘曾经，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天地，那里充满自由的空气。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三殿下，您回来了。黑叔，阿天。终于到家了，这玩意儿总算可以解脱一会儿了。哎呦！哦，帮我收一下，谢谢啊。哎呀，你这孩子，这几个月又跑哪儿去了？咦，再过几天，王爷就要为你举办成人礼了。乾隆大陆所有重要人物都会来，我真怕你在外面玩过头。哎呀，您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哼，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自己的生日怎么会忘记呢？雨哥哥，小鹿，大山哥呢？阿哥，成人礼之前我还要去办件事情，所以先回来看看大家。什么？
还有什么事比成人礼更重要的？哎呀，小雨啊，别贪玩了，真误了事，王爷那儿可没法交代呀。哎呀，放心吧，连爷爷，我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那个，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先走了啊。皇上，怎么了？快看！是你。皇上，臣以为梦之一物虚幻缥缈，不能当真啊。不行，不查清楚秦德的目的，朕夜不能寐，食不能安呐。那皇上的意思是，秦德过几天不是要给儿子办成人礼吗？到时所有人都会去，正好派甄徐潜入东郡打探情报。这次必须给朕彻彻底底的查透了。是，皇上。秦德，你最好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否则，浩贪，你搜刮民脂民膏，作恶多端，早该料到有这一天。准备好，我要出手了。口气不小啊！你就是这几年江湖上声名鹊起的天网杀手刘星吧？不错。所有杀手都藏于暗处，听说只有你总是正大光明当面出手。过奖。可惜见面不如闻名，充其量只是后天极限的程度。如果你偷袭我，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你竟然当面挑战一个后天大圆满高手，你准备好了吗？小子，太狂妄了！恭喜三殿下成人大礼，多谢，请进。上官大人到。是家伙。秦风拜见上官世叔。
原来是秦大师侄啊！多年不见，出落得一表人才呢。师叔谬赞，父王以后驾多事，请。秦老兄这几年果然是风生水起，这镇东王府可要追上华阳宫喽！啊，师叔说笑了，楚王贺时已到，这样的玩笑可开不得。你说什么？小雨还没回来？孩儿已派人多方接应，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而且案件刚传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楚王相广已经派遣了甄徐潜入东郡。甄徐？不错，随行的还有纳兰兄妹。精锐尽出啊！看来相广也坐不住了，这家伙鼻子还算灵。我在想，这个节骨眼上，三弟突然音信全无，会不会？不可能，相广虽是个笨蛋，但他背后那个人可老奸巨猾得很。这种微妙时期绝不会轻举妄动，何况小雨根本是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没道理首先选他下手。父王说的有理。父王，上官红到了。好。父王，怎么？刚才孩儿听上官红的话风不善，我们真的要跟他谈吗？今天乾隆大陆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来了，是难得不引人注目的好机会。以后要专程找他，就太招摇了。你们放心，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玉儿，你到底在哪里？啊，好惊人的速度！他真的只是阴牌杀手？足尖藏刀还未剧毒，快！掌力够强，速度也很快，可惜想要杀我还不够。真的吗？就算寿命大损，也要出那招了。灭魂爪！速度还可以，可惜爆发力太差。中招了！我看你快，你再快，有我灭魂残4快吗？要死了，有什么话要说吗？什么？谢谢。怎么可能？杀1人，可活100人，果真是实战修炼，才能提升近身战斗之术啊！
小黑，我们走。秦德兄，我千里迢迢赶来延京，你不陪我喝酒，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上官，明人不说暗话，我也不绕弯。你帮我们一起取了楚国天下。秦德兄，你这笑话实在不好笑，我就当没听过哈。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如果联手，你有多少把握？8成。秦德兄，你可别忽悠我呀！单项广的西域4郡就有80万大军，南方穆家还有60万，而你我加起来才100万，怎么有8成啊？我既要灭了项家，怎么会只有表面上的这点实力？哦，看来秦德兄早有准备啊。但你暗中人马一多，瞒我是简单了，又岂能躲过项家的情报侦查呀？太多当然藏不住，但东郡天大地大，藏个20万还不成问题。20万，倒是不少。可是据我所知，黑水山脉的山贼至少也需要你20万军队震慑吧？否则你这一出兵，有可能老巢都被他们端了。这点无需担心，山贼终究是山贼，只要多给点好处，并不难搞定。你别忘了，我还有5万猎户军，战斗力抵得上20-30万大军。而我其他的军队也常年驻扎在无边洪荒，和妖兽作战练兵，绝非西域和南方那种上百年没打过仗的兵可比。这样算下来，倒还对得上账。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又如何保证你灭了项家以后，不拿我开刀？很简单，事成之后，西域紧靠北方海洋的2郡归你，加上你原本的地盘，你有了4个郡，又背靠海洋，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北海4郡，我答应你。不过，我的军队绝对不做先锋。好，一言为定。还没回来。时辰快到了，主角怎么还没露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听说3世子不成才，便是害怕出来见了吧？不会吧？这么悬？三殿下，三殿下到了！这是。小侄秦羽拜见各位叔伯贺使，有失远迎，万望海涵。好威风啊！父王，时辰到了，开始吧。今日成人大礼，儿臣却险些来迟，让父王和王兄担忧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成人了，一切事情都可以自己决断，不用向我解释什么。起来吧。谢父王。
哇！雨儿，孩儿在。你不是一直疑惑父王这些年在干些什么，总是没时间陪你吗？今天我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你。你可知道出国之前是谁第一次统一了乾隆大陆吗？孩儿在书上读过，是千年之前的祖龙朝。秦皇的大名直到现在还如雷贯耳。好，今天我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就是，我们秦家就是秦皇的直系后代。可是，秦皇直系不是都被杀了吗？祖龙朝灭，天下追杀秦氏一族，改了名，但还是姓秦，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先祖是秦皇。玉儿，我在问你，你可知道秦皇是怎么死的？据说秦皇功力极高，已达上仙境界，最终却被楚国的绝世强者项皇所杀，也就是楚国的第一任皇帝。对，正是项皇。当年正是项皇杀了秦皇，然后靠着项家经营多年的西域四郡起兵作乱，夺了祖龙朝的天下。要不是此贼，我们又怎么会成为丧国之犬？虽然后来项皇被祖龙朝2大上仙合力打碎金丹，坠死乌江，但是秦氏一族被灭之仇却一直未报，所以我们才要还之以礼，夺取楚王朝。夺取楚王朝？三弟，我和大哥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协助父王为这个目标努力。身为秦皇子孙，必要重现秦皇的荣光。玉儿，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第2个秘密。父王，我以前一直跟你说，你娘是死于14年前的一场大祸，其实她是被人害死的。娘是被人害死的？没错，那场大祸只是凶手为了掩盖罪行制造的假象。娘，娘。谁害死了我娘？到底是谁？当今的楚国皇帝项广，他以为一场大火就能让一切烧得干干净净，但是天不藏奸，当时10岁的风儿就躲在静怡的房间里。那次如果不是风伯伯，我也会死，娘被害的真相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父王，我要带兵灭楚，为娘亲报仇。带兵？你知道千军万马厮杀是怎样的场面？没有先天高手的实力是九死一生，哪怕10死无生，我也要。够了！玉儿，我告诉你这些，只是让你莫忘国仇家恨。你娘最疼你，如果你有个3长2短，我如何对你死去的娘交代？父王，三弟，别任性了，你加入只会让父王更加担心。你已经是大人了，要学会考虑大局。是啊，三弟，报仇杀项广的事，有父王和我们去做就足够了。我明白了，我不会影响您的。父王，大哥、二哥、徐叔，我娘的仇就拜托你们了，谢谢。
雨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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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小鹿。我听连爷爷说你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有。你骗人！你以前回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能告诉我吗？跟你说了没有？对不起，小鹿，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心很乱，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谢谢。小黑，我感到自己很多余，非常多余。对于父王，我或许真的是一个累赘吧。我真是恨我自己，恨自己没有用。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先天境界呢？3年、5年？不管怎样，父王大哥、二哥一直在努力，我就更要加倍。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啊，那是什么？小黑，去看看。啊？这是水晶吗？小黑，看来没你的帮助，还真搞不定啊！啊，连妖兽都在抢，这肯定是一件宝贝啊！到底是什么呀？哎呀，不管了，既然是像流星一样飞来的，又是眼泪的模样，就叫流星泪吧。咦，哪儿去了？见鬼了！难道这流星泪钻进了我的身体里？
今晚的灵气好多呀。灵气实质化，可这不是只有上仙才能达到的境界吗？为什么？难道是那颗流星泪？灵气太多了，我的经脉受不了了。原来吸收太多灵气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老天，你这是要我经脉尽碎而死吗？不好，经脉破裂了！我要死了吗？我终究是一个没用的儿子，最终还是一点都没帮上父王。他是在修复经脉吗？看来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这流星泪原来是助力修炼的至宝啊！就刚才这一会儿，我吸收的灵气比之前多10倍都不止。真是天助我也！父王，您说我只有达到先天水平才能加入。好，我很快就会让您知道，我也和大哥二哥一样出色，我不会躲在你们身后苟活的。微风拂面走走停停，这里是否有想要的风景？跌跌撞撞回望，水流再也不是阻力。那时的你充满了希冀，寻找一片天地，那里充满自由。那里有你想要飞翔的憧憬，继续走吧，追寻梦不会停息。我在天空里，被阳光包围的心情。30年才能成为外功高手，可是有了流星泪，才半年我就达到了后天极限。现在离先天境界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小黑，你是要和我比赛吗？你好像输了哦。不服气啊？那就再比一比。哇，你的羽毛都比得上玄铁了。
啊？这是什么？哎呀，还是热的！哇，这家伙居然还没死，命挺硬啊！哇，好重啊！哎呀！哎呀！小黑，上！小黑的鹰爪比玄铁还要坚硬，于长剑都比不上，连他也无法撕裂。这石头的坚硬程度绝对比得上顶级矿石了。这究竟是什么宝贝啊？听说下个月又要操练了，哎，又来，累呀！微臣真徐奉旨查探东域3郡，现已查明镇东王秦德不但厉兵秣马，广积粮草，而且暗中多召兵20万，恐有异动。哼哼，好你个秦德，果然想造反！20万，哼哼哼！皇上。虽然秦德多了20万军队，但有黑水山贼在那里牵制，他不敢全军进出，应该也不足为虑吧？你懂什么？山贼终究是山贼，谁敢保证不会被秦德收买？一旦这20万精兵全部投入战场，足以影响大局。皇上英明。启禀皇上，镇北王上官宏有密信上呈。上官宏的信完全证实了真徐的情报。秦德这老匹夫竟然想拉着上官叔叔一起造反，哼！他怎知道我们项家和上官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秦德向来用兵如神，想不到竟然会轻信上官宏这只老狐狸，哼，真是自寻死路啊！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你马上派人去和黑水山贼交涉，务必让他们在大战开启时去端了秦德老巢。如果那些山贼胃口太大，乱开价呢？哼，笨蛋！只要能把他们拉拢过来，就算答应给他们一个郡，又如何？属下懂了，出价是出价，也要看他们有没有福分享受。真徐那边也要加紧收集情报，特别是军备和战略方面。要不要让真徐直接去杀了秦德？千万不可！秦德二子都是人中龙凤，除非父子3人一起全除掉，否则换个家主对他们影响不大，反而会打草惊蛇。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真是五体投地呀！这个草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聪明？莫非后面有高人指点？我们表面上什么都不要做，就任凭秦家造反好了。告诉上官叔叔，一定要好好帮他们，到时候，
件都伤不了丝毫，绝对是仙品上级。这么大体量的矿石，至少可以炼成10几把上品仙兵。上了战场，就能提升极大的战力。小雨啊，你想用来打造什么兵器？我还没想好，不过我用1/10就够了，其余的就全交给父王吧。1/10？原本以为只有在无边洪荒中才可能有如此重宝，可三殿下竟然是在东兰山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啊！运气好而已。是大运气，天大的运气！黑先生，您是当代炼器宗师，可否有把握炼制这块石头？并没有因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块头这么大、品质这么高的矿石啊！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蓝岩水。哇，很久没有看到师傅这么正经其事了。是啊，师傅的焚天诀已经达到了极高境界，不知道全力出手会有多厉害。这石头果然厉害，连蓝岩水都留不下丝毫印记啊！师傅的焚天火焰加上蓝烟水都没有用，怎么可能啊？好强啊！这是特殊的先天真气化成的火焰吧？这样都融化不了啊！我还不信了！黑先生果然名不虚传。着火呀！救救我！救救我！屁股，我的屁股！救我！水！没事吧？黑先生，你没事吧？我不要紧。对不起，三殿下，对这块石头我是没招了。黑先生，几年前你不是还为我炼制了一把仙品上级的战刀吗？今天怎么……这还不懂吗？当然是因为这块石头已经超越了仙品上级了。仙品上级不是已经是最高级了吗？哎，你们晓得什么呀？凡品、仙品都只是我们凡人用的东西。如果仙品上级是最高，那上仙们用什么？如果我料得不错，这应该是炼制上仙武器的材料。炼制上仙武器，那能找谁去啊？连黑先生你都不行。三殿下，您怎么了？炼制上仙武器嘛，当然是去找上仙呐。只有上仙的三昧真火，才对付得了这块石头。风伯伯，风伯伯，小雨，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玩啊？奇怪，看着顶冠应该是鹰中皇者金焰鹰啊，可是羽毛不是金色，也没有护体金焰。风伯伯，你也看不出小黑是什么鸟啊？金焰鹰实力极为强大，刚出生几年就能对付金丹期的修真者。可是这黑鹰却最多只能和先天级别的凡人一比而已，奇怪，奇怪。风伯伯，你刚才说金丹期的修真者，那是什么呀？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修真者就是上仙呐，金丹期是上仙修炼的一个阶段。你风伯伯我就是一个金丹期的修真者。对了，小雨，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到底所为何事啊？哦，是我得到了一块火红色的晶石，本想请黑先生炼制上品的仙兵，可是黑先生尽全力也无法融化这块石头，所以……什么？那块晶石现在何处？啊？
就在王府里。好，我们现在就走。哇，这就是上仙的飞剑啊！站稳了。果然是石中燕赤铁，竟然这么大！石中燕赤铁，好怪的名字，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炼制上仙飞剑最好的材料啊！我们门中有一位大功的元婴期前辈，所得赏赐的飞剑用到的燕赤铁还不及这块的1/10。起，小月，你想要什么灵气？我帮你查。灵气？所谓灵气，就是本身具有灵力的武器，不但锋利程度远在仙品之上，而且还能融入体内。虽然你没有真元力，无法使用灵气的一些特异效能，但护身绝对没有问题。这么厉害啊！那就请您帮我炼制一把鱼肠剑大小的短剑。对了，还有一副可以保护指关节的拳套。就这么点儿？足够了。外公修炼太过依赖外物并不好，还是给我父王多留点吧，他比我更有用。好小子。还有一件事啊，不知道是否可以？风伯伯，您说。就是我也想要一点石中燕赤铁，只要拳头大小即可。嘿，当然没问题，风伯伯尽管自取。我取了你的燕赤铁，便是欠你一份大恩。你如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风伯伯都会答应你的。什么要求都可以？对，只要我能做到。那就给我说说上仙的世界吧，什么修真者、三昧真火，还有什么金丹期、元婴期，我都快要好奇死了。就这个要求？其实我最想要的是让我的丹田变得可以正常积蓄内力。这2个要求，风伯伯可以选一个。你丹田的事，我可没有任何办法。好吧，那我就和你讲讲修真者的世界。实际上，乾隆大陆所谓的上仙，并不是真的仙人，而只是追求成仙的修真者而已。一个凡人想要成仙，要历经无数的劫难，首先要达到先天境界，这一关便实不存疑。而达到先天大成时，将会遇到4、9小天劫。劫？修仙乃是逆天，当然要受到天谴。这一关更是百步搏一，只有渡劫成功，才算正式踏入修真者的行列。可是这4、9小天劫跟之后的2大天劫比起来，还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还有天劫啊？当然，修真阶段共分为金丹期、元婴期、洞虚期、空明期、渡劫期和大成期6个境界，每个境界还要分前、中、后3期，要历经无穷劫难，才能飞升成为一名真正的仙人。我不过是刚刚踏入修真者的行列而已，却在乾隆大陆被称为上仙，实在汗颜得很。我的天哪，那要修炼多少年啊？一旦进入金丹期，寿命便会长达上千年。元婴期的修真者更是能活5000多岁。
可是这时候，69天劫就要来了。渡得过，就能元婴出体，长生不死；渡不过，便灰飞烟灭。太可怕了！可怕？和最后渡劫期的99重劫根本就没法比。那才是世间最极致的大恐怖。能够度过3劫，最终得道成仙的人，无不天资极高，还要有灵气和灵丹的护持才行。原来灵气还有这个作用啊！当年若不是恩师赐我一把飞剑，想要度过49天劫都是难上加难呐。可惜那把飞剑只是下品灵器，等到69大天劫时就当不得用了。好在现在有了你发现的这块燕翅铁，至少能炼出中品以上的灵气，我渡69之劫便多了一份把握。风伯伯，能帮到你，我很高兴。对了，风伯伯，您说修真必须经过6个境界才能大成，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途径吗？小雨，我知道你的心意，但自有修真以来，无论是人修仙修魔，还是飞禽走兽修妖，居内丹都是必经之路，概莫能外。这样啊？啊，等等，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乾隆大陆曾发生过一次群仙大战，那个神秘人很可能就不是结金丹修元婴的。群仙大战？那是当年修真界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参与大战的有数十个空明期、渡劫期的高手，1个大成期修真者，还有好几个散仙。散仙是什么？散仙是渡99重劫失败，肉体被毁但元婴幸存的修真者，一般比渡劫期高手还要强一些。我的天啊！1个大成期，数十个空明期、渡劫期，几个散仙，这堆人打起来还不把天给捅漏了？不是他们之间打，而是他们联手杀一个人，只为杀一个人。什么？这么多超级高手在一起，就为了杀一个人？那场大战不知打了有多久，最后那个神秘人发了狂，爆发出一种最炽热的力量，就仿佛太阳一样，这分天灭地的力量一下子把现场所有的高手全都杀死。那些躲在老远观战的修真者突然看到那个神秘人，他竟然开始渡劫了，99重劫！天哪，杀了大成期高手，杀了那么多散仙，他竟然还没有渡劫！这个神秘人没有渡过劫就能强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说明他修真的方法和别人不同呢？没错，无数的前辈都和你一样想法。那个神秘人虽然也是修真者，但绝对不是修魔修仙，也不是修妖，
而是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单单从他体内爆发出的太阳一般的力量，就不是正常修真者所能有的。就算大成期，也远远不行。那后来呢？他度过99重劫了吗？也许是之前的大战消耗了太多的真元。当第9次天雷轰下，神秘人终于没能扛住。不过在死之前，他聚集最后的能量，留下了3幅图，并向整个乾隆大陆说出了一段话：纵横寰宇无限，体验宇宙演变，奈何天不助。这个大陆的人听着，星辰之变，骄阳启示终点。今日我传通天3图，汝等自可参悟，福兮祸兮。修真者的世界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御剑遨游9天，不断挑战极限，绝天斗地，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样的生活才叫痛快。虽然我天生不能修内力，但又如何？那个神秘人的故事证明一定还有其他的修真之路。风伯伯炼制灵气还需要几天功夫，我就用这几天也来挑战一下极限，看能不能跨过那一步，从外功进入先天境界。京城那边有什么动静吗？不起波澜。哼，那便是有问题了。属下也觉得，真徐到东郡这么长时间，多少能打听出点东西。向广也不是能沉得住气的人。向广不是，但他身后那人是。报，王府有密信传到。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鱼儿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回去一定要好好奖励他。哎呀，苦修3天，完全没有一点进步啊！现在的修炼方法，看来已经穷尽极限了。可是不用现在的方法，又能怎么办呢？内功修炼，从后天到先天，有各种前辈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从外功突破，却是旷古未有之事，实在是漫无方向啊！对呀，既然无法借鉴外功经验，那就向内功修炼者取经好了，何必画地为牢呢？哎呀，真是笨啊！快想想，林爷爷说内功达到先天境界是怎么做来着？成为先天高手，一是达到后天大圆满境界，二要对天道自然有所领悟。很多人始终无法突破最后一步。后天大圆满，我已经是了。至于感悟天道自然，这个确实悬了。反正多想无益，我就直接来感受一下好了。这自然到底为何物？
是我的灵魂吗？他在蜕变。这是什么？啊？我的目力怎么一下增强了这么多呀？是幻觉吗？真是棘手。此人确实是个收集情报的天才。这是大哥二哥的声音。他来东郡之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真须和他手下的纳兰兄妹必须早点清除掉，否则太危险。耳力也提升了100倍有余。这不是幻觉，但也绝不是正常的感官，倒像是传说中的先天灵石啊！对风的感受也比以前清晰了数倍。难道在流星泪的帮助下，我已经突破了后天到新天的门槛？恭喜王爷，石中燕翅铁已经全部炼成了灵气。您手下的先天高手有了这些兵器，联手对付项家2大上仙里金丹中期的五行，绝对没有问题。而我有了这把中品飞剑，也足以对抗金丹后期的武德，对项家一战的最后障碍，可以说扫清了。太好了，风兄，你可是解决了我的心头大患呐！多谢，多谢。王爷，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小雨，我其实也沾了他的光。对对对，该赏，该赏。小雨，哎，小雨呢？小雨怎么没来？小雨刚才拿到风先生为他炼制的短剑和拳套，就离开了王府。也许是回云雾山庄了吧。短剑和拳套？哼，有这么多燕翅铁，为什么就给小雨炼制了那么点东西？至少应该炼一件护身战甲。小雨说他不要，说是有了护身战甲保护，会生侥幸之心，妨碍练功。胡说！他一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们也跟着他胡闹。小雨只不过是为了给父王多留一些燕翅铁而已。小雨，这难道是先天胎息？小黑，我们走。这就是高空的感。糟了，这里的温度和氧气。
息了，还漂浮在空中，这说明……呀，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柔韧、力量、灵敏，都融为了一体。我终于跨过了那道界限，我秦羽终于成为了一名先天高手。看见了吗？你们都看见了吗？金牌第12条任务。银牌杀手越级挑战金牌任务，可惜这个任务可是很有难度的，已经有位金牌杀手死了。这块通天图我看了半年都没有任何结果，还是给皇上吧。再拖下去，估计要龙颜大怒。通天图，外面是哪位朋友？深更半夜来此，所谓何事？被发现了吗？果然厉害。银牌杀手，准确的说，天网银牌杀手刘星。原来你就是刘星，近来在江湖上名头不小啊。不过你连金牌杀手都不是，也敢来杀我？哼，试试吧。但话说回来，你确实有点奇怪。你应该也是先天境界吧？可为什么我却完全看不出来？也许是因为你见识太少了。你的话太多，杀手不应该话多。哼，纳兰小姐，看起来你的见识也不怎么样。哦，哈，对不起，据说你已经上百岁了，也许应该叫你一声大娘才对。找死！好，身为世上第一个外功先天高手，我也正想知道那是怎样的境界，就拿你做试验了。小心！这家伙是怪物吗？力量太强了。左右不过是莽牛剑一类专注力量的心法。小弟小妹，你们一起上。灵气吗？滴血认主后，灵气便能收入你的体内，藏用随心。电视拳！不要硬打，利用你们的速度。哼，原来所谓的内功先天高手，也不过如此。不对劲，这家伙的实力就是在金牌杀手中也绝对能排在前列。我们上当了，退，快退！小弟小妹，其实我最强的并不是力量，而是速度。你错了。受死吧！好强！速度确实不错，可惜还不如我。力量也不错，也不能和我的先天真气抗衡。
剑、防御，你都远远比不上我，所以你这次一定要死！不愧是先天后期高手，速度好快，真气也强到可怕。不过，我真的样样都比不上你吗？抱歉，请稍等一下。看来我确实要重估一下你了。这只血魂爪是用妖兽的爪子炼成的仙品圣级兵器，你能顶住它的一击也算不错了。接下来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吧，万爪穿心，找死！焰噬拳！小子，以为这样我就杀不了你了吗？因为这是中品灵气，不是你的护体罡气能抵挡的。不愧是流星先生。禀报首领，真须已死。执行任务的是谁？银牌杀手流星。银牌杀手，现在已升任金牌了，虽然也受了重伤。我要回岩京了，你们准备一下。是。玉儿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废物，废物，废物！真虚被杀，等于折了朕一翅啊！好你个秦德，此仇不报非君子！这秦德也真是狡猾，还在现场布置了天网银牌杀手的银色面具粉末，估计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和天网结仇死拼，用心和其歹毒。叫易峰来。是。美人儿。御龙军统领易峰奉旨叩见陛下。哎呀，易峰，之前你禀报乾隆大陆第一富豪朱三想用妖兽剑齿虎来换朕的一块通天土，是不是？是。
不过前次皇上似乎无意交易，所以不告诉朱三，朕答应了，而且要快。剑齿虎身上的16根利剑绝对不可以少1根。皇上为何是要起兵了吗？因此皇上想要多收一些仙兵利器。哼，聪明。那块通天图就是个鸡肋，多少天才人物集齐了3块，也参悟不透其中奥秘，还不如拿去换10几把仙品上级兵器有用。不过，朱三是在无边洪荒捕到的剑齿虎，他不敢冒险穿过东域，只肯在临近洪荒的地方交易。那里是秦德的地盘，恐怕有点麻烦呢。我自有安排。流星泪果然是修复身体的无上至宝，这么重的伤，才几天就完全好了。啊？哼，不用你提醒我，这2天我虽然在养伤，但脑子里一直都在琢磨那通天图呢。不过完全参不透这些图是什么意思呢？不像是什么内功修行法，只是一些怪异的动作而已。难道模仿这些动作就行了？这么简单的话，乾隆大陆岂不是人人都会了？啊？你叫我不要想太多。好吧，信你一次，反正试试也没有坏处。哦呀！嗯，嘿呀！嘿呀！好，好，好。这几道灵气是怎么回事？之前修祖龙诀，灵气不都是先要聚集丹田后再流向身体各处的吗？可这次怎么一进身体就直接渗透了，而且竟然全部被吸收了？难道这就是通天图的奥秘所在？这通天图不管有什么奥秘，单是表面的这些图案，已经带给我如此大的变化，这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小黑，我们先去交任务，然后去元京城找父王。小黑，你难道忘了吗？父王曾经说过，只要我能成为先天高手，就同意我参与计划。而我现在已经是乾隆大陆第1个外功先天高手了，回家找父王喽！来了。在下玉龙军统领一封，奉楚皇之命前来交易。哼，东西呢，没问题吧？哈哈哈哈！和朱三先生交易，你们还用担心吗？嗯，抬上来吧。
妖兽果然是妖兽，我们的货你也验一下吧。不用验了。难道我们还会怀疑皇家的信誉吗？那就合作愉快了。不好，烟雾有毒！秦德的人，秦德，皇上的事你们竟然敢插手，难道是要造反吗？易峰，现在还说这种话，不觉得可笑吗？何况你们马上就要死了，相广抓不到把柄的，放心。不要误会，我们可是朱老板。果然有点实力，不过就凭你们3人就要在玉龙军手上抢东西，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师兄，父亲大人，是你，易青羽。莲颜，风采不减当年呢。我出手稍慢了点儿，你就连杀了我几个高手，好讨厌呐！自从上一战之后，已经160年没见了吧？居然记得这么清楚，那你应该也记得当初你有多弱了吧？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儿、妻子都保护不了，要不是镇东王这厮多管闲事，连你自己都死翘翘了。不过这次你再也跑不了了。跑？我为什么跑？找了你100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太好了，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呢。你杀掉其他人，易青羽我来对付。是。没想到这些年长了些本事吗？父亲大人，不用管我，快搞定你的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160年呐！离，今天我一定会报你和燕儿的仇。这家伙真的变强了很多，看来不出最强绝招是不行了。好强的真气啊！而且，为什么感觉好熟悉？小黑，快下去看看！
林爷爷，小黑加速！万箭穿心！小黑，快点儿！怎么会？不可能！父亲，林爷爷，林爷爷，怎么是你？你怎么了？林爷爷，你快醒醒啊！林爷，你醒醒啊！是你呀，小雨。林爷爷，没事的，你一定会没事的。小雨。林爷爷，我要学武功，我要修炼。你要修炼？林爷爷，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自己的生日怎么会忘记啊？林爷爷，林爷爷。林爷爷，没事的，我马上带你回王府。林爷爷，林爷爷。把连营老贼千刀万剐，祭奠我父亲大人。得令。谁在迷雾中翘首而望，想看到满天的星光。他望着他人定的远方，眼神有多倔强。星星唱的歌温暖哀伤，雾霭轻抚他的脸庞，天空也将他拥入胸膛，他眼中却燃着火光。迷雾中有花开放，像一轮朝阳，滚烫了天际，掠过那道光。他大步去往流星剪纸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谁在迷雾中放声长啸，惊动了满天的星光。他相信只要歌声嘹亮，
就会传来回响。玉儿，父王，让我平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要让人来打搅我，就给我这段时间，可以吗？只有那紧紧握在支撑，是撼动命运的力量。迷雾中有花开放，像一轮朝阳，滚烫了天际，掠过那道光。它打不去往流星，坚持的方向，脚下的每一朵花都开成了故乡。可以了，青玉，可以了。人已死去，再伤心也是无用。莲爷爷，你在天上看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练功。这灵气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远比我之前吸纳的灵气更精粹。不，这绝对和以前不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在无意间破解了修炼通天玄功的诀窍，但是这诀窍又是什么呢？原来如此，诀窍就在速度的快慢之间。练习通天玄功并不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有动静变化。我原本只是想借荧光入体的剧痛来麻木悲伤之情，没想到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不，这不是运气，这一定是莲爷爷在冥冥中的保佑。第一块通天图对我已经没用了，就藏在这里吧。等父王发现这块通天图，不知哪年哪月了，绝不会怀疑到是我以天网流星的身份从真徐那儿夺来的。我的灵识刚刚明明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气息，难道是错觉？不对，就在左后方。
2块通天图竟然会在这里，一定是我练成了第1块通天图，所以才对第2块通天图产生了特殊的感应。不过这也太神奇了，完全承继了第1块上的练功法式。这么说来，练法也应该是一样的。怎么回事？通天图明明在我手上，但为什么铁盒中还有气息存在？难道……不会吧？我的运气也好得太过分了。开密会的时间到了。如此紧急将大家召集来此，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过此事是好是坏，我也是难以说清。之前在我闭关中，突然预感到我的4九天劫就快要来了。我也知道这实在不是时候，但天意如此，又当奈何。当然，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所有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而且一旦成功，我方又多了一个修真者，翻出大计也就更有把握了。不过更有可能是坏结局，我渡劫失败，灰飞烟灭。父王，风儿、正儿、雨儿，你们都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怎么还这样经不住事？既然老天要考验我，那便来好了，怕什么？男人必须勇于面对，可以死，但不可以逃避。接下来我来安排一下之后的事情。正儿，从今天起，东郡政务皆由你来负责，我只做幕后指导。是，父王。风儿，我们秦家的军队完全是由军功来决定地位的，你可知道？父王，孩儿会努力的。雨儿，父王，终于召唤我了。雨儿，我不对你做任何要求，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王只送你一句话：我们秦家的男儿，从来认为对的就去做，勿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我记住了，父王。军政大事既已定，你们几个到时就和风先生一起保护我去洪荒秘境，迎接天劫吧。辛苦各位了。遵命。父王。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不行，你们兄弟3人一个都不许跟去。为什么？2位兄长各有重任，不去是应当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小雨，保护王爷渡劫的人选，我已和王爷商量好了，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放心？这可是我的父王啊，我怎么可能泰然处身事外？雨儿，不要胡闹！你可知道渡劫是件多危险的事吗？危险？难道要畏惧危险？父王，你可还记得刚才你说的话吗？认为对的就去做，秦家男儿勿要畏首畏尾，畏惧死亡。现在这便是我认为对的事，死亡我并不畏惧，我只想和父王在一起。小雨，男子汉不畏死亡，但也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做无谓的牺牲。相广手下高手云集，更可怕的是还有2大上仙。如果他知道了王爷渡劫的消息，一定会派人来的。哼，那又如何？如何？你一个修炼外功的，连先天都不是，拿什么去跟人家拼？你去了不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会在危险的时候连累大家。哼，先天。对了，父王曾经说过，只要我能达到先天境界，就允许我参与计划。得罪了。3阶下。父王，孩儿秦玉，现在已是乾隆大陆有史以来
第1个先天外功高手。什么？啊！三弟，闻所未闻呢。好强啊！三殿下如果动用中品灵气，属下是否是其对手都难说。父王，不行。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行？父王，你不是说过只要先天境界就可以了吗？我现在实力远超一般先天高手，即便是先天大圆满境界高手，我也有一拼之力。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小雨，冷静点。好，我冷静。父王，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你说服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你靠自己的苦练，竟然从外功达到了先天境界，很好，很了不起。但就算是先天大圆满高手，在修真者面前也不堪一击。而项家有2个上仙，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现在你明白了吗？小雨，父王，你还记得吗？6岁那年，你突然将我送去了云雾山庄，在那里我孤独极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山顶看天亮，看日落，期盼着父王能够来看我。可是，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整整2年，父王你只来过1次。我就想，为什么父王不常来看我呢？是我不听话惹父王生气，还是我太讨人厌了？后来才知道，父王是因为有大事要做，没时间浪费在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身上。于是我就决定修炼成一名高手，这样我就可以帮到父王，就可以经常和父王在一起了。因为我的丹田天生有缺陷，所以只能修炼最苦最累的外功。多少次我已经撑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有一天会重新获得父王的关注，我就又站了起来。尤其当父王说，只要我能达到先天境界就能参与计划，我不知道有多兴奋。那时我就发誓，不惜一切，哪怕是生命都要成为先天高手。10年，整整10年，我一直在努力，我终于做到了。于是我赶紧回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就是想要从此留在您的身边。可是我错了，错得很离谱。玉儿，现在我才知道，在父王您心中，我这个儿子永远是没有用的，对吗？可是，您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为什么？为什么？父王，对不起，我失态了。您放心，我不会再来烦你了。玉，还是抓紧时间修炼通天玄功吧。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又失败了，明明和第1块通天图完全一样，怎么就不行了呢？
我真是笨死了。就算不同通天图的练法一样，但是快慢节奏变化未必也一样啊。哎呀，哼！再试一次，这次是快快慢快慢，再来，快快慢慢慢，快快快慢快快。有了，快快慢慢快，快快慢快。是谁？有字。皇上，蓝先生，老祖宗又有什么训教了吗？东郡暗棋有密信，秦德马上就要渡49天劫了。什么？如果被他渡劫成功，东郡岂不是也有2个上仙了？那还得了？所以老祖宗让皇上趁此机会除掉秦德。这件事想要有绝对把握，一定得请5行5德兄弟出手才行。但那2个老怪物可贪心的很呢，没点好东西恐怕……放心，不会是吃圣丹吧？老祖宗怎么舍得？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如此。所以皇上明白老祖宗的态度了吧？放心吧，蓝先生，朕绝不会让老祖宗失望的。2位上仙，那秦德狼子野心，要造反回我楚国万世基业。如果被他渡劫成功，不但对我们项家是祸，对2位也不利呀。那皇上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2位上仙是否可以帮忙杀了秦德？师弟，你说呢？师兄，当年我们和项鞅约定的，好像只是守护项家吧？我也想起来了，似乎确实如此。这2个贪心的家伙！只要2位上仙肯帮忙，这颗赤圣丹不成敬意。皇上，都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是啊，不就是个秦德吗？包在我们师兄弟身上，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呸！无耻！小黑，你看，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通天玄功。可是我却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练它有什么用呢？我想啊想，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小黑，你说好笑不好笑？小黑，你说什么？你说我不是男人？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连父母都没有见过，根本什么都不懂。我的父王马上就要渡劫了，面临生死考验，而我却只能像个废物站在一旁看着，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吗？你知道吗？做自己。
行不义必自毙。花明月暗，笼轻雾，碧纱窗外尽无人。流星先生，不如明早再走。放开！难道嫌弃奴家？明日天网长老约你一谈。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流星先生既然已经到了，为何还不进来？好快的速度，而且没有风声，至少达到了先天大圆满的境界。怪不得3个月内连杀9名先天高手。怎么会是他？父王的手下竟是天网大长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流星先生？流星先生果然厉害，老朽佩服。大长老，这是在考教我吗？流星先生，请多包涵，实在是这次任务太过艰巨重大。如果实力不够，不但会白白误了性命，而且还会拖累旁人。所以我这也是为彼此负责呀。听起来这次任务很了不得呀。当然，所以首领才命我们必须请来像流星先生这种程度的高手。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么难？难道是刺杀上仙？这次不是杀人，而是保护一个人。哼，居然叫我当保镖！流星先生，请放心，这次不是一般的护卫任务，绝对不会有辱您的身份，而且将以一件仙品上级神兵作为报酬。哦，这倒还有点意思。好吧，你说吧，到底保护谁，又要去哪里？我只能告诉你，你要保护的人叫赢先生，其他的事必须你答应加入才能透露。赢先生，姓赢吗？而且需要这种程度的护卫？难道他是？不可能，哪会这么巧？可是不是父王又是谁呢？天客连剑，天客连剑，是老天爷终于联系我了吗？流星先生，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答应你。赢先生，流星先生到了。流星先生，久仰大名，幸会。赢先生果然就是父王，而且蓝衣和灰衣既是天网大长老，那父王岂不是天网的首领？原来天网背后竟是我们秦家。赢先生，幸会。
我已听过太多关于你的事，所以一定要他们把你请来。这次有劳刘星先生了。我既已接受邀请，就会全力保证尹先生的安全。好，爽快，请。嗯。等等我！这次狙杀秦德事关大楚国运，所以朕特地派遣楚国的顶尖高手四方杀神，来助两位上仙一臂之力。皇上多虑了，2个上仙出马还杀不了1个秦德，岂非笑话？你只要等着收秦德的人头就好了。太好了，那朕就静候佳音了。好高啊，父王！好玩呀！出发！越来越厉害了。这飞天黑虎虽然大小和小黑差不多，但其他各方面却是远远不如。前方就是五边洪荒吗？啊，是的，洪荒之中妖兽众多，达到金丹期的也不在少数。就算向往的人发现洪荒之中发生天劫，也一定会以为是妖兽在渡劫，怀疑不到父王头上。下去！今晚在青石城中歇息，明天大家就要步行进入洪荒了，好好养足精神吧。葛总管，安排一下大家休息。是，尹先生。大家随我来。想不到历经波折，我还是跟着父王来了。世事真是奇妙，当日强求无所得，谁想杀手刘星的身份却让我如愿，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吗？可是如果真的一切都随波逐流，那我自己又在哪里呢？这绝对也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做自己。是了，或许一开始我就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所以人本就应该为着自己而活着。我又凭什么要求父王一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呢？待得父王渡劫过后，
便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吧。可是，我自己的人生又该是什么呢？修真境，当然是修真境，与天地抗衡，追求生命的极限。刘星先生，这么晚还不睡，有什么心事吗？我只是在想，此次进入洪荒，如果遇到接近上仙层次的妖兽，我和他来场生死之战，到底是我活还是妖兽活？哦，刘星先生，如果你觉得此行太过危险，现在完全可以放弃，我们并不会责怪你的。殷先生，您误会了。其实我是希望能有此一战。为什么？因为这是印证我苦修成果的最好检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天赋不够，那死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能冒昧问一下，你如此苦修，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苦修，一是为了亲人，第二个便是想要追求修炼的极致，因为我向往修真者的世界。那修真者的世界，又有什么如此吸引刘星先生呢？修真者，动则御剑飞行万里，逍遥天涯；怒则一剑出，杀人于千里之外。与天地斗，与妖兽斗，岂不快哉？你这番话，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可惜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实现你的目标的。谢谢，或许吧。尹先生为什么对我的事如此感兴趣？因为我很欣赏你。欣赏我？不错，打第一面起，不知为何我就对你一见如故，所以很想和你交个朋友，而不仅仅是雇佣关系。并非客套，我也不必客套，真心话。真的已经很晚了，不好意思，我要先回去休息了。是我打搅了先生，先生请便。冯兄啊，你看这个刘星先生如何？为什么在他身上，我竟然感应到了雨儿的气息？刚才王爷在交谈的时候，我在暗中观察，后来又用灵石探测过他的身体，发现他体内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先天真气。小雨是外功高手，不可能有内力。易容术只能改变容貌外形，改变不了内在，所以应该不是一个人。这就好。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位刘星先生是值得信任的。无边洪荒果然是处神奇之地，令人大开眼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探索一番。无边洪荒之中，实在太多奇诡难解的东西，不亲眼所见，难以置信。真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刘星先生以为然否？有妖兽保护尹先生。
快查看一下是否有人受伤。是。洪荒中的妖兽果然好生厉害。诸位，我们的目的地到了。青莲山便是我选定的渡劫之地。宁先生的谋略真是让人佩服，连我们自己人都绝猜不到，竟然会在这里，更不要说敌人。刚才的熔岩瀑布也会自动消除我们路过的痕迹，就更神鬼难测了。接下来具体选择在哪个位置布阵，便有劳风先生了。位置确定了，比预想的更为理想。好，请跟我来。到了，便是此处。山洞。这难道是想借助山体抵挡天雷吗？奇门遁甲之术，这里的格局似有不同寻常之处。原来里面别有洞天呐！野草丛生，杂花片片，确实不错，不过也算不上太特别。此处暗含八卦之形，实为天然幻阵，不修奇门遁甲者看不出来。待我稍微修整一番，你们就懂了。好了，山谷周围的8座山峰正好组成一个天然八卦阵，再以消落下来的力量，在谷底布置一个反八卦，正反结合，互相推
动，便能自动运转，生生不息，吸收天地自然之力，形成护障，并隔断内外信息。终身而求索。阵势已成，请迎先生入阵。不错，很会找地方嘛。这应该是风玉子的主意吧？风玉子，区区金丹中期而已。等我的灵石摸到他脑门上，估计他还目知目觉呢。各位听着，今晚迎先生便有可能迎来49天劫。什么？这么快？49天劫一共有4道天雷降下，在此期间必须保证迎先生不受任何干扰，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迎先生。是。大家也别妄想帮迎先生抵挡天雷，天劫乃是针对渡劫之人。旁人插手，不但没有任何帮助，自己也会遭到天谴，可懂？还有，万一敌人来袭，我会全力启动此巨型八卦阵势阻挡，到时阵中之人皆会生出幻境。所以，我先在你们身上都布下一个手印，你们就不会再受幻境影响。一定要抓紧时间杀敌。我说的都记住了吗？继续遵命。好，那便各就各位。
八卦果然够强，单凭反八卦阵的禁制气罩，便可以抵御第1道天雷而不溃散。只要不出意外，王爷这次渡劫应该是有惊无险。这秦德真是有狗屎运，竟然被他找到了这天然八卦之所，度过了第1道天雷。哼，4、9天劫一共有4道天雷，1道比1道厉害。这第1道不过只是开胃菜而已。两位前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出手了？急什么？时机未到。是。这么快就要降下第2道天雷吗？这是祖龙诀的先天罡气，父王竟然已经修炼到了如此境界，反八卦阵有此罡气加持，应该能挡得住第2道天雷了吧？有敌袭！两名修真者。父王，开！八卦阵，父王的护持。混蛋！秦德老儿的狗屎运还没完吗？前坎艮震，迅离坤兑，修生伤度，青死金开。哼，风玉子，你这点道行也想阻挡我们师兄弟，真是做梦！你们4个去杀掉那些先天高手。是。这不好，大家小心了！这阵法蕴含幻境，闭眼杀敌。这阵法只能暂时困住先天级别的高手，对方有2个修真者，无法破阵，必须速战速决。师弟，动手！阁老，依计行事。是。一个小小的金丹中期，也妄图和我一战！风玉子，你竟然派几个先天高手来对付我，真是欺人太甚！完全听不到任何动静啊！敌人还没有进攻吗？有什么东西过来了？打扰我父王渡劫者，死！父王！2弟、3弟，是谁？出来，跟我光明正大的打一场！这小子厉害呀，移动时竟然完全没有一点声息，攻击力也非比寻常。先杀了他！小子，速受死！是修真者，看来一定要使用灵气抵抗了。可是我的身份……拿头来！要不就……
不行部将，布阵。你的飞剑！哼，武德，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下品灵气和中品灵气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品灵气。天哪，5把，有5把，这么多中品灵气，金丹期上仙的护体真元力挡不了中品灵气的攻击，而且他只有1把飞剑，大家一起上。嘿嘿，师兄，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这一趟真是没白来。咱们回去得好好谢谢相广这小子。狂妄！第3道天雷。幻境已破，为你们兄弟报仇去吧！就是那个白衣小子，小子不要走！父王，我把敌人尽量引开，你一定要顶住啊！没想到我的燕赤铁也助父王挡住了一道天雷。小子，有本事别逃！现在是收拾你们这2个小丑的时候了。流星先生，我们来帮你。不用，这2个家伙我一个人收拾就足够了。你们都去帮阁老收拾那个修真者吧。好，那就全都交给你了。我们走。是。臭小子，这点本事也敢小看人？撕碎了他！大哥，这小子确实有点道行呢。这样打起来才够味儿，只不过他会死得更惨。
人对一人的背靠背而立。双幻五行阵，搞什么鬼？虽然梅族两人的面相一正一反，但是行动起来步伐却完全一致，而且挥刀攻击的时候，两人会随即旋转换位。那把镰刀永远都在面向攻击我的人手里，这样我就完全无法从死角发动攻击。那么只能暴力破阵了。转换为防御阵型。不愧是中品灵器，居然让区区一个金丹中期，一边和我打得有来有回，还能分出心神，控制飞剑，照应秦德。太棒了，实在太棒了！啊，你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是自然。你的那把中品灵器，我要定了！不愧是四方杀神，长期配合出来的默契确实不容小觑。受死吧！但是你们现在只有2个人。流星先生，我来助你。小子，来帮手了。只不过你会死得更快一点而已。哈哈哈，那就看看谁先死吧！天魔食杀拳！糟了，原来这小子留了后手。这通天宫的先天真气果然玄妙得很，不但可以离体攻击，还能融入肌肉内部，让我的速度再次递增。各总管，风兄。父王，小心！秦德，我看你这次是死也不死。农民！葛总管，百年的潜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今日立了大功了。葛敏，你这乱臣贼子！不要搞错了，谁才是乱臣贼子，你们自己比我清楚。
我实在无法相信你们其中之一会背叛我，只没想到。对不起，你虽对我有知遇之恩，但和项家对我的恩情比起来，又如何能等同？再说，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不如安心的去死吧。不好，第4道天雷要来了！不，我绝不能死在此地，死在我宿敌的脚下。哦，就这么点伎俩吗？可笑！刘星先生，你只是个外王杀手而已，为什么要给秦德这样卖命呢？你的任务奖赏不就是一件上级新品武器吗？只要你来帮我们，皇上给你的赏赐一定会多得多。住口！你罪无可恕。天龙劫！想到王爷的祖龙诀已经练到实质化的大成境界，可恶！原来这老匹夫还藏着一手啊！原来你是小雨。
父王渡劫成功了。父王，您一定要快点修复伤势，一定要快啊！大家拼了命也要挡住敌人，给王爷争取时间。是。不好，天有异变！师弟，别玩了，抓紧去干掉秦德，等他结成金丹就麻烦了。好，那就这样一次性料理了吧。蝼蚁们，去死吧！跑！跑！跑！罚阵已败，不能再让灵气也落到他手里。这是我的！一介凡夫也想要夺取中品灵气，简直是白日做梦。好，师弟，做得好！风玉子，如今这中品灵气进入我手，看你还如何神气！这个失败，长老要重伤，看来只剩下我和风伯伯了。滴血认主，这家伙已达金丹中期，现在又有了中品灵气加持，怎么办？怎么办？冷静，秦羽，冷静，你必须冷静。慢，照顾好王爷。你也给我去死吧！还没有炼化，但速度就比我那柄飞剑要快得多。一旦炼成，那威力……这家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唯一的机会就是燕池剑和燕池拳套了，一定要找准时机。如果失败，不但我命堪忧，父王也……镇东王秦德，在人间你的权势也算是极大，在1万人之上了。可惜，还是要死在我手上。哼，有人逼近，好快！不对，这家伙来路古怪，会不会也有灵气？不能冒险！去死！失败了。燕池剑，那是燕池剑。这个杀手刘星难道真的是小雨？不对，小雨身上哪来的真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子，竟然暗算我！幸好我反应及时。给我杀！难道老天真的要断绝我父王的生路吗？你们统统去死吧！
了上仙行列。秦德匹夫速度很快嘛，可惜这也救不了你。你刚刚继承金丹，实力还太弱，而且身体伤势也重。再看看现在谁还能帮你，所以认命吧。估计你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修真者了。王爷，开！要死吧！父王，一个刚刚踏入修真界的家伙，我要猖狂，我就好心送你一程。放弃吧，废物！终于要解脱了，秦德，开心一点好吧？住手！父王，父王，玉儿，开心吗？嗯，只要能跟父王在一起，我就开心。有我在，父王绝不会死，绝不会。抓住他！抓住他！岂有此理！燕翅全套，这不是玉儿的东西吗？你，父王，玉儿，真的是你！再见了，父王。现在看来，我还是有点远的。玉儿，你不是说过，只有先天境界就可以了吗？我现在实力远超一般先天高手，即便是先天大圆满境界高手，我也有一拼之力。为什么
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就算是先天大圆满高手，在修真者面前也不堪一击。而项家有2个上仙，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你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为什么？为什么？再见了，父王。现在看来，我还是有点用意的。王爷，小心呐！秦德，我要你的命！相光一族，让那武德